先找甲bạn ơi, hôm nay với chúng ta nói tiếng Việt là giới thiệu là Vũng Tàu. Vũng Tàu ở đâu? Vũng Tàu gần Sài Gòn 1.2 km thôi. Vũng Tàu có gì à? Vũng Tàu là có là địa điểm, có nhiều là则là có的参观的。我们今天来讲一下头顿这个地方。头顿这个地方，它基本上有很多漂亮的地方。其实它是一个海边的度假胜地。那我们如果要过去那边，我们会有哪一些路线？牛奶，蒙里啦，龙岛，牛奶西欧多里，一个啦8点就连来。如果你是到头顿这个地方，我会建议你搭车去，而且它是走高速公路。它有一家比较有名的到头顿的快车，我们叫做花麦，就是所谓的梅花快车。那它这个是12人坐的，然后大概只要3个小时就会到了。在第一郡很多地方都有这一台快车。这一家的快车，其实我觉得它开车速度非常的快。我每一次在51公路上遇到它这一台快车，哇！我在后面要追都追不到它，而且更厉害的一点，51公路公安特别多，而且公安还不抓它。公安空白啊，在讲领空挪一勺。那它的走法就是直接从第一郡出发，然后直接上1号高速公路，然后直接到龙城那边下高速公路之后，就是51公路直奔。狂奔大概1个多小时到2个小时，它就到目的地了，而且开车速度非常的快。如果你是骑摩托车，你就要先到卡莱港，然后从这个地方坐渡轮，然后经过了仁泽县工业区，然后再直接经到了51公路，最后再到巴定。那有关于如果你是骑摩托车或是开车，我会建议你如果走这一条51公路的话，我会建议你直接就是不要走到巴定这个地方，你可以从过了收费站之后，过了美村，然后过了收费站之后，然后往右转，这一条路会变得很美丽。我通常会建议人家，如果你要去头顿，可以走这一条路，而且会经过几个买生蚝的村庄，所以这一条路是我每次走必经之路，而且可以绕过很多公安，这才是一个重点。而且路线非常的漂亮。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地方，从美村工业区过后之后，遇到收费站往右转的。好，这是第3个收费站。那往右转之后，你会遇到所谓的就是所谓的龙山村，就是买生蚝这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它正确的名字，我们叫它龙山，也就所谓的龙山这个地方，龙山村。那龙山这个地方，你除了可以买生蚝，然后还可以这边有很多的水上餐厅，也有很多的一夜干可以购买。那可是我最近一次去的时候就没发现有一夜干了，可能就要去哽野那个地方，但是水上的餐厅应该还在。这边的餐厅非常的便宜，不像说你去的头顿那个地方，因为头顿观光客特别的多，所以他们餐厅并不便宜。虽然很多人就说要吃海鲜就要去头顿，是没有错，它也比较新鲜，但是缺点是。我曾经有在头顿吃过海鲜，2个人吃了大概400万吧。我觉得它海鲜特别贵，而且我们没有点龙虾，我们只点了1只螳螂虾而已，然后再点了几个奇亚，就所谓的海蟹，就1只海蟹。那个整个的费用吃起来，2个人就这样吃了快400多万。牛奶因总卡对呢，那对呢那一对呢那更热。好，连哽野啦，你法你龙岛。那我们来讲一下第2个路线，就是秦徐路线，就是所谓的哽野。那这一条路线就是说，从胡志明市一直往南走，不经高速公路，然后一路直接到达秦徐这个地方，然后你可以坐跨海渡轮。
然后到了所谓的头顿。那这一段呢，我会估计你如果有3到4天的时间，你可以走这一段路程，因为它这一段里面它有很多的景点可以看，包括它猴子岛，猴子岛可以逛个差不多半天到1天的时间。秦徐其实在路边就能够看得到猴子，不一定要到猴子岛，只是数量没有猴子岛这么多。那猴子岛本身它也是其实它是属于越南共产党当时的一个根据地之一，它跟北边一点胡志明市北边的古芝地道同样观光性质的地点，那现在都是变成了观光地点。这个路线它需要搭2段的渡轮，一个是所谓的跨河渡轮，还有一个就是跨海渡轮。那这个路线它其实可以先过个1天1夜，然后再到了头顿这个地方去玩，所以它的时间会比较长，它能玩的地方也比较多。这里的特产是弹涂鱼，当然是它有季节性，也就是说不是每个季节它们的弹涂鱼都是那么的肥美，所以它这边的，如果你有享受它的美食的话，你的季节是要对的。最后我们到边法梗油这个地方去搭船，那边法就是我们的渡船口的意思，梗油就是地名秦徐。那我们在这个地方上渡船口，然后就直接搭跨海渡轮，直接就冲到我们现在最爱的头顿的这个城市。另外，这个地方的跨海渡轮非常的美丽，很值得你去一探究竟，去看看它的那跨海的一种坐船的感觉，而且它这个跨海渡轮速度非常的快，不到1个小时就能够到达你的目的地。这个就是我们下了车，然后从船上，然后直接出去，然后慢慢的度过了这个小小的长道，出去就是我们大家最爱的头顿市了。那这个地方可以慢慢的再去这里慢活个几天，是非常舒适与快乐的。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下那个渡轮，渡轮它的讲法叫法。那如果你希望对方就是不要走高速公路哦，那你就要去走渡轮口的话，那你就要讲说你空力高速，然后就讲说你法，哦，就是说叫他走渡轮的意思。然后之前我有见过有一本书，他们介绍说渡轮其实是岛，其实因为据我在生活在当地的话，法都是属于渡轮的意思，然后岛是属于军舰或是属于游轮类的，他们那一些就是有载人的游轮类那种，他们才会用岛。那我不建议用岛这个名字，因为人家会误以为你是不是要搭火车，因为岛也可以当作是搭火车的意思。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海蟹，海蟹的正确的讲法是耶，那它跟螃蟹有点不一样，有些人会认为它是锅，其实锅是属于河蟹，就是所谓的海边蟹，就是我们中文所讲的昂景、奇亚，就是所谓的菜景在一方面的，就是河边蟹的意思。那锅饼就是所谓的，就常在路边就看到有人在卖锅饼。然后我们接下来讲东剔就是所谓的赖尿虾，就是台湾人所讲的黑锅，就所谓的虾菇。那这个在越南算是很贵的一个虾类，它其实有时候会比龙虾还贵哦。其实它正确的价格，如果它很大只的话，会比龙虾贵。所以基本上它这个的价格，如果你去餐厅吃，至少一定是跟龙虾等价。可是它肉少它的肉非常少。你可以去看它这个的价格，每年都水涨船高那这个基本上它是跟龙虾我们叫东红，那
东红这个就是龙虾，那东剔就是所谓的螳螂虾、赖尿虾。